好，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局冰天单挑局啊。这个房主呢开的一个冰天1v1，那么我们进来玩一下，对吧？我选了一个法国啊，对面呢选了一个苏军。这个地图呢中间是没有彩色框的，是黄金冰天。我们这个法国呢在下面这个位置，法国呢打原地的话最好在上面比较好啊。但是我们在下面这个位置呢也可以玩。开局呢先造3、4条狗，先把这个地图给它跑开了。我们是法国的话呢，在下面这个位置不太好防守的话，肯定不能出多了牛，对吧？如果出多了牛的话，你这个坦克没有优势啊，反而呢容易被这个苏军给压制啊。所以说呢，我们先造个重工，也可以造个偷啊，也可以造个偷的去干扰一下他。但是呢，不知道这个对手什么水平，对吧？我们就懒得造偷了，先用狗呢挡住一下他的重工，让他的重工摆不下来，让他甩个地堡，甩个地堡打死我这个狗，他才能摆重工下来啊。然后我们把上面的视野也给他跑开，先造一个牛啊，先造一个牛，看看他怎么说，看看他会不会直接出坦克啊。他造了一个蜘蛛，那么我们呢就再造一个牛啊，造2个牛就行了。在上面的话呢，如果在上面那个位置啊，可以造3个牛啊。在下面的话，我就直接造2个牛了。造2个牛，早一点出坦克啊，出坦克准备打压制，对吧？然后呢，把这个基地车往这个左下角拖，左下角那个地方有很多彩色矿啊。他看到我要把基地拖到这边来，提前来了一个蜘蛛，你看到没有？来了一个蜘蛛拦截，不让我过去。不让我过去的话，我们就直接用坦克吸引他，让他钻我的坦克，钻我的坦克也无所谓，打他2枪让他钻，钻了以后呢，我们把这个坦克打掉啊，等一下我们的基地呢就可以成功拖到这个左下角去，对吧？左下角有很多彩色矿啊，直接把基地拖过来。然后呢，我重工里面造了2个牛，哎呦，他还在造牛，他造了3个牛啊，他重工里面造了3个牛，然后出个矿场，他现在6个牛了。他的牛车比我多啊，但是他的坦克出的没我快，对吧？我们就一定要打压制，不然的话，等下他后期起来的话，他的经济比我好啊。我们直接坦克过来，我3个坦克，他只有1个坦克，我们直接过来打他的电厂，他坦克下来直接点他的坦克。我是小飞熊，但是我数量比你多，3打1，直接点死他的犀牛坦克。他想延伸下来，在下面摆矿场，对吧？我们直接把他的电厂先给他打掉，打掉电厂，让他延伸不下来。然后他在这里甩了个地堡呢，我们坦克赶快绕的左边来啊，走左边绕上去。现在呢，我们准备也要造一个重工啊，他已经2重工了，我们也准备造个2重工，不然的话呢，你这个坦克数量没他多呀，你就压不住他。我们造2重工，不着急出大炮啊。这个法国呢，在上面可以早一点出大炮，在下面的话呢，不太好防守，路口太多了。你造大炮的话，你这个路口太多，不太好防守。我们直接造到2重，兵分2路，让它不太好发展。然后呢，我们再出一个空子部啊，准备呢造几个飞行兵干扰一下他，让他呢花钱造这个防空车啊。现在我的牛车数量应该跟他差不多了，就是这样压制他，让他延伸不下来。他现在发展呢明显就慢了一点了，然后他有一点慌，把基地搬到右边去了，因为他基地在左边呢，我一直晃来晃去，他一不留神呢，有可能可以偷袭到他的基地车啊。然后我们在空子部这个地方呢，再摆一个矿场啊。最好再摆一个矿场，这样采矿效率比较高。在这里摆个矿场，直接把基地拖下来。然后我的坦克呢就在这里一直绕来绕去，绕得他很烦。然后我们飞行兵打电厂，坦克再补一刀，又把他电厂打掉一个。然后飞行兵呢再走这边绕到上面去，坦克再走这边绕上去，然后把基地打开。你看这个对手被我这样绕来绕去，绕的是不是很难受？就是因为他的牛车出的有一点多，牛车出的多呢，坦克就少，他就压不住我。然后我们呢打掉了2个电厂，我感觉我的发展呢应该是领先了。发展领先了以后呢，我们就准备退下来，对吧？现在他的坦克数量慢慢的补给上来了，你看他坦克数量跟我差不多啊。我们就准备退下来，先在这里摆一个大炮啊。现在我开始造大炮了，在这个基地车这个地方摆一个大炮。
然后我们准备再把基地往小岛拖。他现在3重工，他这个坦克数量感觉要比我多一点了，但是不用慌，我们是主战场，有这个巨炮加坦克加飞行兵啊。然后在老家那个路口呢，再摆一个大炮，这个大炮啊，最好摆一个3-9炮。哎，飞行兵就这样绕来绕去，绕得他很烦。然后我们把牛车呢飞到下面去采矿啊。这个牛车呢，尽量分散开来，不要集中在一块采矿。哎，在这里再摆一个大炮，这样等一下我们可以拖基地去小岛，对吧？我一看这个对手呢，他现在不敢来进攻，感觉坦克数量跟我差不了多少啊，我就看看能不能尝试的出一个基地车。因为原地法国呀，你必须基地多，你才发展的快，对吧？我们尝试的出一个基地车，就算他来打我的话，我感觉我也能守得住啊。基地车不要一下子造多了，要慢慢造。我们先造一个基地，然后呢，坦克直接给他压力，打他的牛，把他的坦克吸引过来。吸引过来以后呢，我们声东击西，飞行兵过来，准备偷袭他的矿场。他在这里摆了一个矿场，想采我的矿，对吧？直接打掉他的矿场，这样他的发展就慢了。然后呢，我们造了一个基地车啊，造了一个基地车拖到小岛去，正好呢，手里矿场已经好了，准备把这个基地车一打开，在小岛呢摆一个矿场。哎，在这里摆一个矿场，然后再把基地往前面拖，准备呢把这个大炮放到那个悬崖边上，把这条路口呢给它封住，这样他走中间来进攻的话就不好进攻啊。哎，我在这里摆一个大炮，他如果走这条路来进攻，就会被我的巨炮整了。然后他一看我这个山头上摆的巨炮，他想走这边来，走这边来的话不用慌，我们有很多飞行兵啊。然后把这个牛车呢往这边缩到小岛去，他又进攻了。进攻了以后，我们再摆一个大炮，然后牛车缩走，坦克直接冲上去跟他抱在一起。反正我们后面有巨炮跟飞行兵，你打我的巨炮呢不用慌，我坦克多。哎，你这样冲过来的话，没打到什么东西啊，好像呢就打了我2-3个牛车啊。打掉我2-3个牛车，等一下我们还可以再补牛啊。然后呢，他拖基地去右上角发展，我们呢准备再拖基地啊，我就拖到右中，哎，拖到这个位置再发展了，然后再出一重。现在呢就可以再补2个基地啊。我觉得他的坦克现在打不死我，我们再补2个基地啊。然后重工里面直接出基地车。基地车越多呢，你造建筑的速度就越快啊。重工越多，你出坦克越快；兵营越多呢，你造飞行兵越快；基地车越多呢，你造建筑就越快。我造巨炮就比较快，对吧？等一下，我1秒钟造一个巨炮，他就比较慌了。然后我们现在有3个基地啊。他想走这边打过来，走这边打过来，我们赶快在这里摆矿场，继续摆巨炮。然后他的防空过去了，我们又抓到机会，又偷袭一个矿场。哎，又把他矿场打掉，然后呢，我们准备在这个小岛上面摆一个巨炮啊。你看我这个巨炮摆的都比较有讲究啊，都是封住路口，他每个路口他都不好进攻。然后他走这边想进攻，对吧？想进攻，我也在这里摆一个大炮，哎，2个大炮连环，他就不好进攻了。然后我们再拖基地啊，基地车要一直拖动，把这个矿呢全部给它守住，然后拖到这里来，在这里再摆一个矿场。这样呢，我的矿区就比较多啊，但是我的经济还是不怎么好。你看到没有？我虽然矿区多，但是我的牛车比较少。刚才被他打掉了几个牛啊，然后我们赶快补牛，再补个6-7个牛啊，然后在这里再摆一个巨炮，摆3个巨炮，把这条路口呢给它封住，它就不好进攻了。等一下再延伸上去啊，延伸到右上角去。然后这个对手呢，看到我小岛有2个巨炮，他就走这边冲过来，走这边冲过来，我们就掐住他的头，然后再摆一个巨炮，哎，2个巨炮加飞行兵，坦克就不要了，冲过去打他的防空，把他的防空赶走。哎，你保护防空，你就打不进来。然后我们在这里再摆一个矿场啊。现在呢，我基地多，牛车也多起来了，我的发展速度呢就比较快了。然后我们就不要造坦克了，现在的坦克就没什么用了。我们把这个钱呢，全部留着造巨炮、造飞行兵、造基地车、造牛车，坦克就不要了。然后他一看我发展的比较快呢，他打不进来，他就开始造铁幕装置啊。这个时候造铁幕也没什么用了，对吧？我基地车比较多，我现在有5个基地啊。然后把牛车飞到这边来，准备呢抢中间的矿。现在地图上的矿呢，基本上都被我占住了，它只剩下右上角一片矿了。
然后我们把中间的矿也给它守住，我们再出一个高科技啊，出个高科技呢，等一下再造一个矿石精炼器，这样采矿效率就比较高啊。哎，直接造个高科技，造一个矿石精炼器，也可以再出一个超时空，然后我们继续造基地车，牛车补了6、7个，又开始造基地啊，这样我等一下发展的越来越快。哎，他就比较慌了，他再不来进攻呢，等一下我就可以玩炮海了。然后我们再出一个超级武器，把超级武器摆在这个左下角啊，再补几个电厂，然后我们再造几个间谍啊，造几个间谍呢，准备去偷一下级，对吧？就不要偷重工了，因为我现在不造坦克了，坦克对我来说没用了，我现在就是造飞行兵，飞行兵加巨炮防守啊，我就准备了去偷下他的兵营，偷下兵营呢，等一下我的飞行兵生意行了，然后这个对手呢看到我坦克比较少，对吧？他要来进攻了，要带着铁幕来进攻，不用慌啊，我造巨炮比较快，然后我们疯狂的造飞行兵。然后2个巨炮，再摆1个巨炮，3个巨炮，他铁幕一套，铁幕一套不用慌，我们用坦克去打他的防空，让他保护防空，没时间打我的巨炮。然后你打掉我坦克了，我继续摆巨炮，你看到没有？我造巨炮的速度比较快呀。然后间谍车呢溜到他家里去，哎，你打我的巨炮，我飞行兵加巨炮，你看到没有？然后再摆一个，你打的还没我造的快。然后2个间谍车溜进去，准备偷兵营，偷了兵营以后再偷他的矿场。哎，还摸了1万多，你看我现在有3万多了，然后我的飞行兵全部升1星，这样他就守不住了，对吧？飞行兵全部升1星，相当厉害呀。这个飞行兵没有升星的，跟升星的那肯定不一样。而且我现在造巨炮呢，基本上3秒钟造一个巨炮，造的非常快。你看，3秒钟造个巨炮，准备延伸到他家里去，然后把这个山头上的巨炮卖掉，走这边延伸到上面去。嘿，他直接受不了了，投降了。